们接下来跟大家谈谈3种饮食失调症吧。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讨论了所谓的7种暴食症的症状跟现象，接下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哪3种在我们精神疾病诊断手册里头有的一个诊断。OK，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在我们开始之前，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谢谢哦。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所谓的 eating disorder 饮食失调症，它们有哪一些诊断的一些准则，还有哪一些症状呢？通常呢，在我们的诊断准则里头有3种可以是诊断成所谓的饮食失调症，那它们的定义有点不一样。那在美国呢，大概有1%的人其实是会有饮食失调，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有所谓的饮食失调症。那我们之后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饮食失调症的一些迷思，然后跟大家探讨一下一些案例，帮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饮食失调呢，实际上就是呢，他们这一群人呢，对于食物进食的一个控制，然后还有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感知呢，其实是有一个误解在的。所以呢，他们身体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很多时候呢，他们可能体重已经严重不足了，也就是在85%一般的标准范围之内，在低于15%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例如说呢，你可能现在应该是要100磅，但是你只有85磅，那你可能就是体重过轻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的一个诊断里头呢，有一些体重上面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就会有2种，一种叫做厌食，就是 anorexia，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 bulimia， 就是贪食症。所谓神经性的贪食症呢，就是说你吃完之后，它会不断用一些补偿性、代偿性的方式，例如说像呕吐啦、吃泻药的方式来把你所进食的东西呢排泄掉，这样子才有可能不会把这些食物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面。第3种呢，就是所谓的暴食症 bulimia，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种最新加入进来我们诊断准则里头的新的一个饮食失调症。所谓的暴食症呢，就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在这样子的一个暴饮暴食的状况下，他们是没有所谓的代偿，就是不会过度运动，也不会呕吐啊、腹泻啊，用这样吃泻药的方式来去有一个代偿的一个动作。那通常呢，有暴食症的人就会有一些体重的问题，因为他们就是吃的非常非常多，也非常非常的快。所谓有暴食症的人，1周大概会有暴食的症状2到3次，至少会有1次的暴食的状况，而且会至少有3个月以上。那通常他们所吃的食量呢，1次会是一般人的3倍到4倍左右，因为他们可以吃到3餐到4餐的食量，所以他们都比较容易会有一些体重上的问题，那通常也可能会有肥胖症，对的也会带来所谓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之类的一些疾病。所谓的厌食症呢，通常他们的体重比较轻，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被交叉诊断有所谓的 bulimia，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吃了，但是你会用代偿的行为，所以把你所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或者是用吃泻药的方式把它们拉出来，这样子。有的时候可能是2者都有可能有，那我们可能就会去看一下他们的行为，这样子有没有一个代偿的部分来去做一个区分。那有些时候呢，他们会就是所谓的 bulimia 神经性贪食症的人呢，他们会用过度运动的方式，加上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滥用泻药啦，这样子的一些方式对他们，或者是催吐的方式，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其实已经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造成了一个伤害，让他们还不知道。那其实呢，我们要打破一个迷思，就是很多人都以为就是女性才会有所谓的厌食症或者是饮食失调症，但是在我们现在临床工作上发现，其实男生女生都会有所谓的饮食失调的一个症状，就像我刚才上面说的3种，只是女生确实是比较受影响的，它也确实会影响着所有的性别啦、种族啦、年龄啊，都有可能，不是只有青少女才会有这样子一个症状，其实还蛮多的，确实比较多会是在青少年还有成年的早期会有这样子一个症状。那我们后来也发现了，就是呢，在一些研究当中发现，同性恋的男生呢跟
跨性别这样子的一个个体呢，他们会患有这样子的一个饮食失调症，相对的风险也比其他的人群还要来得高。所谓的神经性贪食症的话呢，大约是在1%。那在美国的话呢，可能是大约从1%到2%当中。那其实这跟我们的文化也有很大的关系。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社交媒体不断地散发着某一种特定形象的美啊，然后必须要维持什么样子啊。那很多人都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觉得说哦，这样子才是美的。当大家都这样子在说的时候，就容易引起某些人会比较容易产生对于自己身体意象的一个焦虑感，而造成他们会容易有厌食啊、贪食啊，或者是暴饮暴食的一个状态。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而变成有一个强迫症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会想要透过这样子的影片呢，来跟大家好好的提醒一下自己的饮食跟饮食的健康，对自己的心理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呢，有经历像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又或者是呢受到饮食失调而造成你的心情啦，或者是人际关系啦、生活机能各方面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时候，还是一样建议你不妨去找心理师或者是家庭医生谈一谈，了解你目前的状况，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协助自己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饮食方式，然后重拾比较自信的一个自己哦。不知道今天这样子的影片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对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人。也许因为你这样子一个转发，这样子一个分享，也许你就帮到某一个可能受到饮食失调的人的一个忙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见。